你曾经想过，在公司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一飞冲天，而另一些人却似乎停滞不前？是不是觉得有时候能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事实上，职场中的晋升之路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华。你只需要看看那些资质平庸的领导人，就能意识到这个道理。虽然嘴上功夫和虚伪的奉承是无法让你攀登到最高层的，但真正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现实却往往让许多有才华的人困在远低于他们实际能力的职位上，这让人不禁心生疑惑。别担心，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你揭示职场快速通关的秘诀，让你轻松了解如何在职业道路上快速攀升，并避免那些可能让你陷入困境的陷阱。大家好，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视频了。准备好了吗？下面让我们一起探讨这14个职场通关技能吧。第一，让人们觉得他们很重要。想象一下，你置身于一个社交场合，人们围绕着你，笑容满面的聆听着你的每一个字，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喜爱，因为你懂得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无比重要。这种魔力不仅仅在个人生活中有效，它同样在职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毕竟，公司就像一个微缩版的社会，遵循着相似的社会规则。无论是你的亲人、朋友，还是你的同事和上司，每一次社交互动都应该以让他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为出发点。你要时刻与他们同在，为他们的成就欢呼喝彩，表达对他们的信任，毫不吝啬地承认他们的价值，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与他们一同探寻问题的根源，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让双方都能获得收获。只要你遵循这3点，你将巩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你让别人感到自己的重要性时，他们将愿意与你合作，为你工作，或者与你保持亲密的联系。有些人甚至会用行动回报你的好意。这种相互关心和支持的氛围将为你的个人和职业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请记住，让别人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这是你在职场和生活中都要牢记的秘诀。以此为指引，你将赢得人心，实现自我和他人的共赢之路。第二个关键是展现与众不同的个人形象。不要让别人轻易洞悉你从最基本的自我呵护开始，例如保持牙齿洁净、身体清洁以及穿着整洁，散发出宜人的香气，佩戴恰到好处的配饰，以满足人们对你所期望职位的期待。我们明白你可能不喜欢过于拘谨的领子衬衫，但事实上，那些穿着这样服饰的人往往比穿着帽衫和运动装的人收入更丰厚。人们会根据你展示的能力来建立信任。毕竟，没有人能洞悉他人的内心，他们只能从你呈现出来的形象来评判你。当然，我们所提及的形象不仅仅包括外表，还涵盖你所散发的自信和智慧。你在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观点以及对事物的观察都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在这些方面展现出更好的自己呢？第3个关键是模拟排练和充分准备。让我告诉你一个引人入胜的秘密，人们常常忽视了短短20分钟的准备工作对表现的巨大提升作用。想象一下，如果你提前进行演练，比如在面试中，你能够思考到应该问哪些问题，他们期待听到怎样的答案，他们真正寻求的是什么，然后调整自己的表现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当你要会见一个重要的客户时，提前做好调查则显得至关重要，了解他们的信息有助于你打动他们。模拟排练将让你在竞争中抢得先机，因为你提前做好了准备，不仅仅是符合标准，还能展现你的远见和预见。你越具备前瞻性，人们就越相信你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正因如此，人们普遍认为成功人士都是具备远见和洞察力的人。提前做足功课，至少能帮助你避免那些可能存在的陷阱。要知道，有些大坑一旦踩进去，
你的职业生涯可能直接完蛋。一旦人们注意到你的聪明才智，他们就会对你进行考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这种考验中脱颖而出呢？第四个关键是4发子弹法，它是高级管理人员的最专业秘密武器。采用这种方法的人能够赚取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当你接到一项任务时，你必须全力以赴去执行。人们渴望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当你准备好做报告时，按照4发子弹公式的要求，你要依次阐述以下内容：首先，明确任务要求是什么；其次，详细描述你是如何完成任务的；接着，提及你在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风险；最后，如果给予更多时间和资源，你会采取哪些措施？通过以这种方式清晰地定义任务细节，并展示你的工作成果，你能够让那些阻碍你的人意识到，如果没有那么多限制，你能够取得更出色的成绩。这种展示方式不仅满足上级对结果的期望，也满足那些希望提拔你的人对你的要求。如果你是一位企业家，你也应该向员工提出这样的要求，以激发他们的潜力和创造力。第5个要点是赚提成的工作是你的技能加速成长包。想象一下，你正在追求某项技能的精通，你希望能够快速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那么，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将你的收益与表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都陷入了一个平凡的境地，无论你在工作中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薪酬却始终如一。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真正激发起提高效率、超额完成任务的动力。这其实是企业文化中一个隐藏的陷阱。一切似乎都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变化，直到突然间一切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然而，就在这时，你会发现已经太晚了，你已经很难跟上节奏。如果你关注自身的内在价值，就应该最大化你对市场的影响力。毕竟，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永远稀缺。要想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回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超越别人对你的最低期望值。如果你的薪水与销售额挂钩，那么你需要不仅完成既定任务，还要超越目标，追求额外的奖励。你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目标，这将极大的提升你的价值。想要全力提升自己的技能组合，就必须在成果中有一部分的占有份额。毕竟，每个人都会有想要偷懒、省点力气的时候，但如果他们无法享受到胜利的果实，那么他们就会更加消极怠工。因此，让你的利益与成果紧密相连，将会激发出你更大的潜力和动力。这是走向成功的关键之一。第6个要点是周一早见目标。这个要点简直就是一颗闪亮的黄金法宝，可以让你在工作中大放异彩。想象一下，每个周一早上，你向上司汇报4个重要目标。首先，你告诉他们你计划要做什么，这样他们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你的努力和认真态度。接着，你明确说明任务的优先次序，这样他们就能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来调整你的工作计划。而且，你还可以主动询问是否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处理，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及早告知你，而不是突然丢给你一个让你措手不及的任务。同时，这也让他们明白，如果某个任务需要优先处理，其他事情就需要暂时搁置，具体决策权掌握在他们手中。最后，当你完成一项任务时，要及时向他们更新进展情况，通过抄送他们，让他们了解到事情在不断取得进展。这4个目标只需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但却能将真正有实力的人和那些虚有其表的人区分开来。这个策略不仅能够让你更好地掌握工作进展，还能让上司更好地了解你的行动，简直是一举多得啊！现在，你准备好在周一早上大展拳脚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新的工作周吧。第7个要点是永远不要当一个受害者。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是为中小企业工作，他们雇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琐碎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你的职责就是确保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到业务的进行。但要记住，公司最讨厌听到你抱怨说我只希望你能看到我的能力。听着，无论你用多么华丽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你表现不佳，如果没有成果，你是不会得到认可的。然而，如果你运用了4发子弹法和周一早见目标，就能避免上级无法理解你的情况。在职场上，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只有一次机会，而且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你将长时间被认为不可靠。人们会怀疑你的可靠性，或者认为你对工作不够认真，即使你明明有能力，也没有认真解决问题。想象一下，大多数企业就像一支职业球队，如果你一直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或者表现不佳，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换上一位真正能够出色完成任务的人。所以，让我们远离受害者的角色，展现我们的能力，成为职场中备受赞赏的得力之人吧。第8个关键要点，记住，这就是个数字游戏。商业世界如同一个充满数字的游乐场，因为数字可以被量化和提升。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表现能够被准确的衡量，那么你就需要直接影响积分板上的数字。或许你没注意到，但大多数公司都会对你的表现进行评分，如销售额、客户数量、投诉数量、你的成本以及替代你所需的成本等等。这些数字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将自己的表现与这些数字联系起来，特别是证明自己对公司来说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那么你的工作就会更加稳固。因此，通过深入理解和善用这个数字游戏，你就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增添更多保障，让数字成为你在商业舞台上的有力武器。第9个关键要点是记住人们的名字和相关的细节。这是一种简单而又令人难以抗拒的方式，让他人感受到你的关心与重视。很多人在握手之后很快就会忘记对方的名字，但当有人能够记住你的一些细节时，你会感到惊喜，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真正关注你。这种关注能够打破冷漠和疏离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许有些年轻人会认为这种做法有些过时，毕竟时代在不断变化，为何还要沿用这些老套的方式呢？然而，在你的生日、孩子的生日、结婚纪念日、孩子的毕业典礼或其他重要场合，当一个商业伙伴能够记得并送上一个小礼物时，这样的举动将极其有效。这不仅仅是在数字游戏中取胜，更是在商业舞台上取得胜利的策略。作为经营企业的人，我们都是社交生物，我们更愿意与那些真正关注我们生活的人相处。因此，记住别人的特殊细节是至关重要的。只需花费100元，就可能换来客户愿意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回报。在这个以金钱至上的商业世界中，即使是一点点的真诚也能打动人心。而这一切都源于你所掌握的信息，这些信息成为了你与他人建立深厚联系的有力工具。所以，让我们记住人们的名字和相关的细节，让关系得以深化，为我们的商业旅程赢得更多的成功和机遇。第10个要点是尽量不要自断后路。这是一个引人入胜且有趣的主题。人生如长河，很少有事情值得我们彻底断绝关系。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有可能再次相逢。因此，让我们保留一线联系，为未来再见面留下机会。无论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与某人绝交，对你来说都没有好处。商业世界中，我们经常目睹人们激烈争吵，发誓永不合作的场景。然而，请耐心等待，不到1年的时间，他们很可能因为利益又会坐到一起。每个人都渴望胜利，但你需要思考这样做是否真正符合你的利益。虽然有很多人喜欢设下障碍给别人，但自己给自己设障碍的人很少见。这也是从建立声誉的角度来看的。我们最大的职业机会通常来自别人的推荐。当别人提到曾与你合作过，
称赞你是一个有才能且勤奋努力的人时，你就有机会通过多轮面试获得工作。总而言之，与他人断交实际上是给自己埋下地雷。当他们有机会给你设置障碍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因此，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口碑对于我们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人际关系，为未来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成功。第11个要点是提供解决方案或节省成本的方法。如果你想让老板对你刮目相看，那就别仅仅抛出问题，而是主动寻找解决方案。毕竟，光提问题只会给老板添堵，这可不是讨好老板的好招数。如果你能发现问题，并有能力提供并实施解决方案，那你就像老板的贴心小助手，他们一定会希望留住你。无论处在哪个行业，都追求不断优化成本和时间效率。如果你能以更少的资金或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高质量的工作，那晋升的机会必将向你招手，你的能力和贡献将赢得广泛认可。因此，不要止步于问题，而要成为解决方案的奠基人，用你的创意和才智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样，你将成为老板心目中的瑰宝，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道路。第12个要点是寻找你的组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人类总是倾向于与行为方式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和产生默契。想象一下，当你能够展示自己与特定群体的相似之处时，你将成为那个备受欢迎的人和获得更多机会的幸运儿。观察你周围的世界，寻找那些与你有共同点的人和组织。这是我们生活中最被低估的一条捷径，但却蕴藏着奇妙的力量。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携手同行，你将发现无限可能的大门为你打开。让我们勇敢地融入适合我们的组织，开启精彩人生的新篇章。第13个要点是握紧成功的尺度，不断优化自己。这个要点十分重要，然而许多人却常常忽视了它的价值。想象一下，你需要关注公司的目标、上司的目标，还有你自己的目标，然后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以便找到优化的方法。这就像是在三维空间中寻找平衡点，只有当这3个目标都达成时，你才能取得职场上的胜利。如果公司实现了目标，而你却没有，那么你可能会失去职位。反之，如果你个人目标得到了实现，而公司却未能如愿，你也可能会被解雇。是不是感觉到了其中的紧密联系呢？如果你自己无法找到答案，不要害怕，向你的主管寻求帮助，因为他们对于该领域的要点肯定了如指掌。你需要明确你要优化的是粉丝数量、播放量、销售量、新客户还是单个产品的成本等方面。每个着力点都是独特的，所需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一旦你明确了衡量标准并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每个人都能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大放异彩。那么，你认为在职场上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并努力在职场中脱颖而出吧。这里有着无尽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第14个关键要点是生活方式和收入。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能够享受2倍的薪水，但却需要牺牲1半的空闲时间，你会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吗？你觉得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呢？又会选择这样的交易持续多长时间呢？平常我们会发现，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追求收入的最大化，而忽视了改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但是我得告诉你，这种做法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当然，如果你目前的生计仍然是个问题，那确实别无选择。但一旦你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你就应该开始思考如何优化你的生活方式了。首先，你需要明确选择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然后找到一份工作，让你能够实现这种生活，并且全身心的投入其中。要记住，追求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回报，往往比追求金钱更加丰盛。无论是在西班牙每年挣3万到5万的生活方式，还是在美国每年赚10万的生活方式，
都能够让你过上同样的幸福生活。而且，现在网络的高度发达，为你提供了远程工作的机会，无论你赚美元还是欧元，都不会妨碍你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实现理想生活。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地方，让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的价值。对于企业来说，每个员工都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工作，通过电脑完成工作，不论你身在何处，都不会影响工作的交付。这种自由度正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所在。所以，别忘了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要关注你的生活方式，让你的职业与生活完美融合，创造出令人羡慕的人生旅程。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